你是 Omega？ 不对，只是沾染了 Omega 的气息。你身边肯定有 Omega。刚睁开眼睛，还没缓过神来，一连串的问题朝我抛来。最重要的是，面前这个男人跟个变态一样，凑到我的脖梗处，使劲地闻了又闻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到我的脖子上，我一阵恶寒，鸡皮疙瘩更是起了一身。攥紧手指，我沉声问道：“你是小狗吗？”男人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虽然音色不错，但也不能掩盖他流氓的本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没有将他的脑袋从我的脖梗上挪开。我捏紧手指，砰的一声，一拳轰在了男人的下巴上。男人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此刻正狼狈地捂着下巴，撅个腚在沙发上扭动。我撇了撇嘴，不屑地道：“你又变成蛆了，扭什么扭，真丑陋。”话音刚落，我才发觉我是跪在地上，这个姿势也太狼狈了吧，一点都不符合我富婆的身份。就在刚刚，我从一个平凡的女大学生一跃成为千万富翁，没想到瞎买的一张彩票就中了头奖，我简直就是锦鲤本鲤。不对，我不是在兑奖的路上吗？我的彩票呢？我伸手准备在裤兜掏，然后惊奇地发现我没兜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我立马将目光挪到四周，陌生的环境让我心下一紧。我揉着膝盖站起来，快速地朝着在沙发上扭动的男人的屁股上来了一脚。狗东西，敢绑架你姑奶奶，活腻歪了是吧？男人被我一脚蹬得滚到了地上，看着他那狼狈的模样，我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弱鸡。我抬脚准备再来一下，却不成想被抓住小腿。男人快速地从地上起身，可他并没有撒手，以至于我的右腿被迫抬起，单脚站立。我跟个独腿鸭子一样在屋里乱蹦。放开我！你竟然敢打本少将！什么玩意儿，少将？我将我的疑问一同说了出来。面前的男子肉眼可见的生气，你竟然不认识本少将？整个星际就没有不认识本少将的星际？我眨眨眼睛，突然想到他之前说的话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之前说了什么？”我盘腿坐在地上，男子则敲着二郎腿，一副欠揍的模样，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。过了好久，我才接受我穿书了，还穿到了 ABO 文里。但我没法接受我只是个平凡的 beta， 更无法接受我是一个早死的背景板。为了养妹妹，原主一天打好几份工，白天刚在工地上搬完砖，晚上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会所当服务生。喂，你身边有 Omega？ 正在沉思的时候，一个纸团砸到我的胳膊上，我抬头瞪了眼坐在沙发上的始作俑者。男子自顾自地说着：“行了，我知道你身边有 Omega， 别装了，快带我去 Omega。”我顿时有个计划，嘴角止不住地上扬。沙发上的男子猛地抖了一下，神色紧张地看向我说：“你不会又憋什么坏点子吧？”嗨，瞎说什么大实话呢？我起身笑嘻嘻地朝着沙发前走去。房间内昏暗的灯光照着男人的脸，我此时才认真地打量他的脸，利落的黑色短发，幽暗的蓝眸，最重要的是那满手的戒指。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大，恨不得抢过来全部戴我手上。我心里酸溜溜的，为什么我没能穿成顶级 Alpha？ 我也想要大宝石戒指。男子神色惊恐地看向我说：“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本少将对你这个婢没兴趣。”我嫌弃地抽了抽嘴角道：“我也对你这个弱鸡没兴趣。”你……眼见气氛又严肃起来，为了制止一场恶战的爆发，我连忙抬手叫停。回忆了一下书中的剧情，再看了眼他欠揍的模样以及满手的戒指，我一下子就知道他的身份：艾伦，一个男配，和原主妹妹云佑曾上演了一出他追她逃的剧情。可惜最后云佑却插翅飞走了。我在书中的身份是个平凡的 beta， 可我却有一个顶级 omega 的妹妹。无数 alpha 为我的妹妹折腰，我仿佛看到了超多的金钱珠宝向我袭来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看向艾伦：“你要找 omega？” 艾伦的神色肉眼可见变得激动，从他双手紧紧扒住我的肩膀就可以看出，我被晃得想吐。艾伦着急地向我说：“快带我去见 omega！” 你先撒手，在这个世界里 ，Omega 无比的珍贵，甚至可以说是难得一遇。而原主的妹妹云佑更是成为了无数 Alpha 争先恐后争抢的对象。原剧情里，云佑为了躲避那些 Alpha， 不断的换地图，却不成想招惹的 Alpha 越来越多。从此，云佑开启了和那些 Alpha 的他逃他追的抓马剧情。看着手指上漂亮的红宝石戒指，我满意的笑了，拍了拍艾伦的肩膀：“好妹夫。”艾伦一口一个大姐，叫得真甜。不过我是不会带他去见云佑的。我垂下眼眸，得想个办法把艾伦忽悠走。毕竟书中第一个遇见云佑的 Alpha 可不是艾伦。我可没忘记，书中原主可是早早就领盒饭了。为了避免早死的结局，我必须牢牢掌握剧情。原剧情中，我一直不肯告诉艾伦我身边的 Omega 是谁，以至于一整晚都没回去，只能在包厢里和他大眼对小眼。还是第二天云佑来找的原主，他俩也是那次才见到的。也幸好这个 Alpha 是艾伦，要是换成其他的 Alpha 原主，估计没有这么好运了。大姐，快带我去见云佑。我偏头看了一眼艾伦，故意冷下脸。艾伦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大姐，怎么了？现在都大晚上了，我怕你吓到我妹妹。”
大姐说的是，那咱们明天去见云佑。我淡淡的嗯了一声，故作高冷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独留艾伦一个人在原地自言自语。不得不说，这家伙真好糊弄。我刚从会所出来，就撞见一只雪白色的小猫，它踩着优雅的步伐，快步走到我的身旁，喵呜一声，然后在我的裤腿上亲昵地蹭了蹭。我蹲下身来，看向这只小猫，一股熟悉感袭来，我的大脑宕机了几秒。不会吧？我颇有些小心翼翼地叫了声菠萝仔，神情紧张地盯着小猫。喵呜！听到回应后，我的心颤了颤，将小猫一把捞到怀里。菠萝仔，妈咪好想你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呜呜，我的菠萝仔，我声泪俱下，好不凄惨。菠萝仔是我养了2年的小猫，可它却在我穿书前1个月丢了。没想到我们娘俩竟相继穿越。我抱着菠萝仔，按照记忆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虽是知道原主和云佑的生活拮据，但我还是被面前破败的房子惊到了。走到门口，我听到屋内传来稀稀拉拉的声音，推门的手一顿。我到底该不该进去？会不会打扰到云佑和屋内那位 Alpha？ 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菠萝仔喵呜叫了一声，随后我听到屋内传来走动的声音，门被拉开，云佑探着脑袋左右看看，然后将我快速地拉了进去。我还没站好呢，一位男子就闪到我面前，揪住了我的衣领，将我提溜了起来，脚尖离开地面，我的脸被勒得通红，眼神飘到云佑的身上，我的傻妹妹还愣在原地。还是我的菠萝仔靠谱，凶巴巴地叫着，用他的小爪子不停地扒拉眼前的男子。我忍不住地咳嗽了2声，云佑才反应过来，大声朝着揪我衣领的人吼道：“诺曼，快放手，这是我姐姐。”这个叫诺曼的酷哥眸色一暗，松开了手，我也扑通跌坐在地上，屁股差点摔开花了。我瞪着诺曼，这家伙别想进我妹夫团了。云佑这次还是极有眼色的，快速地将我扶了起来，还不忘瞪一眼诺曼。我心下暗暗朝云佑比了个大拇指。为了防止崩人设，我脸色不好地看向云佑，冷声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“姐姐，这是诺曼，他受伤了，所以我将他带了回来。妹妹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路边的野男人不要乱捡？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诺曼，他受伤的迹象我愣是没看出来。再说，人家一个 Alpha 需要你一个 Omega 去救，这该死的剧情。在云佑的眼里，我此刻正冷着脸也不说话，一看就是在气头上。云佑赶紧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我沉默了片刻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但被2道视线看着，我憋了半天说出了没事。为了逃避现场，我抱着菠萝仔快速地回到房间。我是被一阵打斗声吵醒的，揉着眼睛，我脚步虚浮地走出房门，和刚起床的云佑打了个照面。“姐姐，外面在干嘛？好吵啊！”不知剩下的话卡在我的喉咙，我瞪大眼睛，拉着云佑快速地跑了出来。耀眼的光芒刺得我一下子就不瞌睡了。艾伦和诺曼此刻正打得难舍难分，有生之年第一次见 Alpha 打架，不得不说像2个小学生在掐架。想到这儿，我差点笑出声，刚准备和云佑吐槽一下，回过头却发现他脸上浮起不正常的红晕，还伴随着急促的呼吸。“你怎么了？”我刚问出这句话，随后就反应过来，艾伦和诺曼作为顶级 Alpha， 在打斗的过程中散发出强悍的信息素，我这个 Beta 自然是闻不到的，但云佑直接到了敏感期。看着云佑痛苦的模样，我顿时尖叫肌附体，大吼一声住手。但 Omega 香甜的信息素早就让2人猩红了眼，完全听不进旁人的劝阻。我看向怀里的云佑，他额上一层薄汗，强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难堪的声音。剧情提前了，我没想到艾伦这小子真就一大早来了，好歹等到中午，让我把另一位大爷送走你再来啊！看到云佑痛苦的模样，我慌了神，脑海里不停地想该怎么办。抑制剂，对，抑制剂，我没空思索提醒我的那道声音，慌忙地直起身，准备往屋内跑。一道阴影照在我的前方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抬眸向上看去，长腿、细腰以及一头耀眼的银发，一位赛博朋克风的帅哥站在我的面前。我浑身僵硬，银发男子的目光太过直白，看得我心里不停地发怵。来者不善啊！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然后递给我一支透明的针剂。我有些发愣，这是抑制剂，淡色的纯氢气，一字一句地道。原来是友军啊！我忙接了过来，快速地朝云佑手臂上扎了下去。云佑两眼一翻，直直地晕了过去。我瞪大了双眸，看向眼前的银发男子。他不知何时走到艾伦和诺曼之间，刚才还难舍难分的2人，现在谁都不肯搭理谁。你个狗东西！我话音刚落，就听到艾伦惊喜地看向银发男子，还叫他哥。我诧异地看向艾伦，银发男子没有回应艾伦，反而转过身来看向我，颇有些无奈地道：“他只是昏迷了。”他顿了几秒，又道：“你刚才那针太凶狠了，所以云佑是被我扎晕了。”我只好尴尬地笑了下，挠着头向他道谢：“你人还怪好嘞，谢谢你告诉我，让我这么尴尬。”大姐，艾伦双手挥舞，朝我大喊。
我实在没空搭理他，云佑已经被诺曼从地上抱了起来。放开我妹妹，放开云佑！艾伦和我的声音同时响起，下一秒我就听到他的哀嚎：哥，别打了！银发男子的拳头毫不留情地砸到艾伦的腹部，凶狠的模样完全和他刚才的样子完全画不上等号。想到我刚才还怒骂他狗东西，我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痛。我翻遍记忆，才将银发男子和书中的人物对上号。伯格，帝国的铁屑上将，也是一位 Alpha， 只是原书中极少用笔墨描绘他。艾伦自上次被伯格修理后，我已经好久没见他了。他答应给菠萝仔的蓝宝石项链，现在还没见到影呢。我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将他给盼来了。艾伦一改往日浮夸的装扮，浑身上下我愣是没看到一块珠宝。你破产了！艾伦眼巴巴地凑到云佑的面前，完全不搭理我，气得我直接在他后脑勺来了一下。艾伦刚想发怒，看到是我讪讪地笑了2下，随后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东西递给了我。我定睛一看，硕大的蓝宝石正躺在我手心里。如此贵重的物品就这么随意地揣兜里，有钱人的世界我无法理解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将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，笑眯眯地拍了拍怀里的菠萝仔。妈咪替你收拾好，抬头看向云佑和艾伦。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，我识趣地退下了。你们好久没见，好好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将蓝宝石捧在手心，从不同的角度来回欣赏。云初小姐，一道陌生的男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赶紧将蓝宝石紧紧握在我的手心，紧张兮兮地看向来人。伯格上将。伯格的目光在我的手上停顿了1秒，随后看向我问道：喜欢吗？啊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但我的脑袋条件反射般点了点。喜欢就好。伯格轻飘飘地落下这句话，然后就走了。独留我在原地发愣。我来到这个世界差不多3个月了，云佑身边的 Alpha 都陆续出现了，但我最讨厌的还是诺曼。不过云佑好像格外的迷他，以至于诺曼还是强行挤进了我的妹夫团。念着上次和公爵家的小女儿打了一架，还是诺曼帮我收拾的烂摊子，我就勉强的接受他吧。回想到原主是被云佑的情敌弄死的，算算时间也快了，为了避免早死的结局，我决定离云佑他们远远的。临走时，我的妹夫们都塞了不少好处给我，我也趁机趴在云佑的耳边说，实在不行都收了吧。云佑涨红了脸，低下头盯着脚尖。我拍了拍他的肩，转身就上了帅气的飞艇，开启了我的星际环游。我正惬意地躺在沙发上撸着猫，品着小酒。突然，我感受到飞艇遭到一阵撞击，我握着酒杯的手也猛地抖了一下，一半浇在菠萝仔的头上，一半洒在我的身上。侍卫立马进来，向我说：云初小姐，是星际大盗，我们很快就能处理星际大盗。我眼睛都亮了，顾不得处理衣服上的酒渍，将菠萝仔递给侍从，我忙跟了出去。打劫，我是流氓！我满眼震惊地看向对面的头，玩得这么花。下一瞬，我就看见他抽自己了一个大嘴巴子，巴掌之响亮，我和他隔了数十米都听到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兄弟对自己是真狠。可能是我的目光太过直白，对面的头啐了一口，狠狠地喊了一句：打劫，我是星际大盗！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，一眨不眨地看向他，期待他的下一步。然后就看到他一下子被我妹夫手底下的人撂倒了。不知是该说他弱，还是我妹夫手底下的人够猛呢？他被五花大绑扔到我的脚边，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朝我哭诉。要不是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我估计此时他定是抱着我的腿鬼哭狼嚎。真没意思。派了一部分人将星际大盗们押送回主星球，我又百无聊赖地继续我的星际旅途。我从光脑上看到一架非常帅气的飞艇迎面而来，不知为何我笃定里面一定有一位顶级 Alpha。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产生，我要劫持他，让他给我当妹夫，将前面的飞艇逼停在一个落败的星球上。我忙是打开舱门出去，走到那架银色的飞艇前，我清了清嗓子大喊：打劫，我是流氓！说完，我想给自己一嘴巴子。呸！给那个星际大盗2个大嘴巴子。我明明想说的是打劫，我是星际大盗，都怪他影响我。云初小姐，身侧的侍从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我的嘴角抽了抽，只好先用眼神安抚他。正巧舱门打开，一位银发美男走了出来，看到他我一下子就怂了。讪讪地说：真巧，伯格上将，这里风景不错，你也来这里旅游啊？伯格的目光在周围打转了一下，目光从周围荒凉的环境挪到我的身上。我这张嘴我真服了。伯格慢条斯理地开口：你要劫什么？您听错了。我开玩笑的，深邃的黑眸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缓缓道：劫色。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看了眼身后的一群人，在脑海里仔细地思索一下，我有多少胜算。我还在纠结的时候，伯格自顾自地走上我的飞艇，刚准备悄悄跑路时，就被伯格抓了上来。我顿时痛哭无泪，跟个小鸡仔一样站在他旁边。菠萝仔这次也不敢造次，老实地窝在一旁。准备怎么劫色啊？我还在神游，冷不丁听到伯格的声音，
顿时被吓了一跳，身子抖了抖。这个坎是过不去了吗？真想一脚把你从飞艇上踹下去，但我只敢在心里暗自腹诽，面上还得苦哈哈地讨好这位爷。伯格上将，我瞎说的，您可不可？我抬眸对上那双漆黑的瞳孔，只能尴尬地笑了笑。忘记了，这个高度发达的赛博世界是不吃东西的，他们喝营养剂就够了。想到这儿，我想回家的阈值达到了顶峰。可乐、火锅、炸鸡，我真的好想你们啊！怎么了？清冽的男声在我耳边响起，还伴随着几分小心翼翼。我看向旁边优雅金贵的男人，莫名从他身上看出了一丝慌张。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摇了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想回家。”半晌我都没有听到伯格的回应，苦笑了一下，认命般坐在他旁边。规整的坐姿，我一刻也坚持不住了，屁股挪了又挪。伯格终于看出我的窘迫，怎么了？我壮着胆子说：“好无聊，你可以和我唠嗑吗？”好。然后我俩一块沉默了半分钟。我抬起头，恰好对上他如墨般的眸子。糟糕，心脏漏了半拍，因为他真的太帅了，和帅哥对视是真的会心动。伯格错过了我的眼神，他低头看向手里的光脑，随后有些嘶哑低沉的声音在安静的空间里响起：“前面有个星球，要不要去看看？”好，我听到我这样说。舱门刚打开，我就看到一场闹剧，一群混混模样的人正在追逐一个少年，他们嘴里吐出来的字样令我浑身不适，话里话外都充满了肮脏恶心。我皱了皱眉，刚准备开口让侍从去帮一下那位羸弱的少年，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捂住了我的双耳，将那些肮脏的话语杜绝于外。我的耳朵顿时热了起来，结结巴巴地朝着身后的男子说：“伯格上将，帮帮他吧。”好，附在我双耳上的手离去，但我的耳朵还是不停地发烫。我看到伯格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那些人，那个少年被他拎在手里。到飞艇附近，他嫌弃地将手里的少年丢在地上。我刚想在内心吐槽伯格的粗鲁，就发现少年的不对劲，脸上浮起不正常的红晕。我一下子就知道他怎么了，怪不得伯格那般嫌弃。我突然有些好奇，不论是面前这个 Omega 还是云佑，他们在敏感期散发出的信息素伯格像是闻不到一样。按照 ABO 的设定，不应该呀，难不成伯格是个假 Alpha？ 实际上和我一样是个 B。 我急于想开口，但看着他冷冰冰的模样，还是缩了缩脖子。求您标记我。地上的少年扭动着身子，不断地朝伯格靠近，扭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。看着伯格嫌弃的眼神，我赶紧进去取了一支抑制剂。姐姐，猛地听到少年甜腻腻的声音，我老脸一红。姐姐，帮我好吗？好字还卡在嗓子中间，手中的针剂就被人抽走。我偏头看去，伯格捏着针剂的手毫不留情地扎到少年的大臂上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看着就疼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少年竟悠然地醒了过来，脸上的红晕也渐渐地淡了下去，露出粉扑扑的脸颊。他正眨着小鹿般的眼睛，无辜地看向我，轻轻地唤了我一声姐姐。我摆了摆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偏过头，正好对上伯格不善的神色。醒了就滚！近乎暴怒的语气，我还是头一次从伯格的嘴里听到。少年朝我的位置缩了缩。姐姐，怕怕呦呦呦，还是个小绿茶。少年的行为我还是很受用，终于知道那些男的为什么逃不过绿茶了，因为实在是太香了。姐姐，你叫什么？云初。我刚说出我的名字，就听到伯格冷哼一声。我叫江玉。云初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伯格叫我的名字，往常他都是礼貌地唤我云初小姐。我转过身，撞进他漆黑的眸子里，那双眸子如一汪深潭，此刻正倒映着我。你确定要把他带回去？我点点头说道。江玉她是个孤儿，又恰好是 Omega， 留在这儿不安全。说完，我就从他的身侧挤了出去。姐姐，伯格上将是不是不欢迎我呀？江玉说着眼眶都红了。真是个娇弱惹人怜的 Omega。 我赶紧宽慰他，没有的事，不要瞎想。没有关系的，只要姐姐你不讨厌我就好。我怎么会讨厌你呢？眼看着江玉还要说什么，伯格抱着菠萝仔走到我身旁，他一股脑将菠萝仔塞到我怀里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菠萝仔想你了。哈，我看了一眼菠萝仔，他还处于懵逼状态，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。由于要安顿好江玉，我暂停了我的星际之旅。云初，他就那么重要？我的手腕被人捉住，我转头无奈地看向来人。伯格上将，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。叫我伯格，随后又听到他颇有些委屈地说，你都叫他名字，这是比上了。我明明比他认识你更久。他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，我赶紧打断他。好的，伯格。你说。伯格恢复金贵的模样，骄傲地扬起头，示意我继续。看着他那副模样，我突然不想说话了。这个伯格还是书中那个帝国铁血上将吗？感觉他也被穿了。又想到他不受 Omega 信息素的影响，我更觉得我的猜测是对的。小心翼翼地询问，你也是来自蓝星的？伯格迟疑了2秒，嘴里疑惑地问道。蓝星？
完了说错话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将我的疑问说了出来。博格，你为什么不受信息素的影响？之前在战场上受过伤，嗅觉系统受了影响。啊，我是真没想到是这个缘由。博格继续说着，虽然可以医治，但我觉得不受信息素影响更好。说完，他的目光直直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也是啊，战场上不需要担心被敌方的 Omega 影响。云初，博格突然提高了分贝喊我，吓我一跳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对另一半不会受信息素的支配。的确，我附和地点点头。在这个 ABO 的世界观里，寻找伴侣能不被信息素影响，实在是难得。突然，我被人圈进了怀里。我抬头看着博格，我还处于懵逼状态。你不懂吗？什么？博格抿了抿唇，突然道：“云初，标记我吧。”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怎么突然就要标记了？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行。”怎么不行？博格的声音像是有一种蛊惑，一步步引诱着我。我胡乱寻了个借口，我不会呀。我教你。右手的指尖被人抓住，博格冰冷的指腹摩擦着我的手，我的心也随之一颤。博格低下自己的头颅，将自己的脖颈处暴露在我的视线里，那里凸起一块腺体，它们最脆弱的地方。我的手被博格牵住，指尖划过腺体，本来冷白色的皮肤被我的手指摩擦后渐渐透出粉红。我的手一顿，触电般弹起。云初，博格喃喃叫着我的名字。不行，标记。我想到原书中需要亲吻腺体。亲吻？我做不到啊。博格眼尾微红地看向我，活脱脱像个委屈的小媳妇。我赶紧低下头，错过他的目光。太快了，博格。那我等你。博格的话音刚落，我赶紧跑了。出来后，我的心跳还在剧烈的跳动。姐姐！啊！冷不丁传来一道声音，我被吓了一跳，差点心悸猝死了。你脸好红。听到江玉的话，我才感到脸颊火辣辣的，抬手轻轻地触碰一下，热量迅速传到我的指尖。不是困了吗？身后传来博格的声音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抬眸看向江玉，他的表情落寞，一脸委屈的样子，仿佛我是个渣女。回来的旅途，我一直待在房间，避免见到博格和江玉。飞艇落地的一秒，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姐姐！云佑看见我，老远就朝我飞奔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一群我的妹夫们。看来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云佑已经调节好他们之间的矛盾了，这么看起来倒是挺融洽的。艾伦看到博格表情诧异，哥，你和大姐怎么一起回来的？听到艾伦这样问，我猛然想起我之前大胆的行为，竟然妄想劫持他。转过头，悄悄地瞪了一眼博格，示意他不要乱说话。博格唇角微微勾起，漆黑的眸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下，转而看向艾伦。这个点，你不应该在军事学院吗？艾伦脖子缩了缩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江玉站在我身侧，小心地拽了一下我的衣服。我探头看向他。江玉抬起下巴，示意我的妹夫们，他们都是 Alpha。我点点头，又害怕江玉回想到不好的回忆，赶忙补了一句，他们都是我妹夫，人都挺好的。江玉震惊的瞳孔放大，妹夫全都是？他诧异地看向云佑。云佑脸颊发红，轻轻地点了下头。我回来之前就从光脑上联系了云佑，告诉了他关于江玉的事情。也许是同样身为 Omega， 云佑对江玉的经历很是同情。这2天，云佑和江玉早就打成一片，跟处了几10年的闺蜜一样。安顿好江玉后，我准备继续我的星际旅途。虽说我已经平安度过原主身死的那天，但我的心还是有点慌，生怕出了点意外。况且我还不知道怎么面对博格。趁着他这2天回到部队处理事务，我决定赶紧跑路。但我走的前夕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我睡醒后，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，是哪个缺心眼干的？大晚上趁我睡着，把我给偷了出来。本来打算天一亮就跑路的，这下好了，小命都要丢了。哒哒哒，门外传来一阵高跟鞋声，紧接着房门就被打开。是你？怎么是你？我俩异口同声，随后又互相嫌弃地瞪了对方一眼。来人我认识，之前和我打过一架的公爵家的小女儿叶薇，她也是云佑的情敌。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原主是让她弄死的。原书中原主的死只是提了一嘴，只说是被云佑的情敌弄死，但并没有明确地说是谁。我本以为她只是个被惯坏的小女孩，没想到这么狠毒。虚掩着的门被推开，我的心跳提到了嗓子眼上，脑海里闪过第一个人竟然是博格。可惜来人让我失望了。我看着对面的星际大道晃了神，真的不要太巧，全是熟人。流氓头头，我劝你洗心革面，好好做人，潜台词是赶紧放了我吧。他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声，我是星际大盗，不许叫我流氓。他还想说什么，叶薇瞪了他一眼，闭嘴，让你绑了人还能绑错，废物东西。我叹了口气朝叶薇说，咱俩的仇还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吧。他瞥了我一眼，不屑地道，可我和你妹妹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为了个男人有必要吗？
叶薇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是一个男人的问题吗？我好不容易看上一个都和他云佑有关。”我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可能因为你是个 B， 没错，叶薇和我一样，都是一个平凡的贝塔。”他瞪向我：“凭什么 Alpha 和 Beta 就不能在一起？”他说着还带着哽咽。Alpha 那么优秀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喜欢？就因为我是 Beta 吗？我抿了抿唇，脑海里闪过伯格。叶薇，有机会真想带你去我的家乡。那里崇尚恋爱自由，不会受信息素的影响。真的。真的，我看着神色激动的叶薇，还是不忍地说出了后半句。不过我还没有找到回去的办法。叶薇一副那你放什么屁的表情。我抿了抿唇，问道：“你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打算威胁云佑？”他不予置否地点了点头。可他们仍然不会喜欢你呀。我就争口气，最后他恶狠狠地说：“只要云佑自杀，我就放了你。女主自杀，怎么可能？只能是我这个背景板去死。”我正 emo 呢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动静。叶薇的表情很难看，她让星际大道看好我，然后出去了。我有点期待，也许我能活下去。想到这儿，我看向星际大道：“大哥，把我放了，你还能回头？”他看着我，目光坚毅地摇了摇头。策反失败。他一个话匣子那么多的人，愣是一句话也不说，听话地看着我，让他给我松松绑也不肯，寸步不离地守着我。突然，他把我从椅子上揪起，我兴奋地看向他，考虑好了，回头是……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一柄长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，刀面锃亮的程度都能完美地映出我惊恐的神色。我吓得整个人向后仰，颤颤巍巍地开口：“哥，刀远一点，害怕。”话音刚落，门被破开了，伯格如天神般降临，我眼泪不争气地落下。云初，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眼泪落得更凶了。有救了！他的眉头紧蹙，对着星际大道沉声说：“放开他。”叶小姐呢？下一瞬，艾伦像拖着死狗一样将叶薇扔了进来。叶薇面如死灰，我神经高度紧张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刀。他轻轻一晃动，我就感受到了。我看到星际大道见到叶薇时手止不住的颤抖，他的眼眶有些发红。叶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叶薇没有回答他，凄惨地笑了下。云初，你和你妹妹怎么都这么好运，同为贝塔，可你却能得到 Alpha 毫无保留的爱。说完，他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把匕首，毫不犹豫地扎入自己的胸口。云初，希望我下一世可以生在你的家乡。说完，他直直地倒了下去，鲜血自他胸口蔓延。叶小姐，我耳边传来一道悲愤的声音。我看到星际大道朝叶薇那儿扑了过去，长刀掉落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音。我感觉到我的脖子一阵刺痛，抬手颤抖地摸了摸，手指间沾染着鲜血。我眼一翻，直直地晕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，是熟悉的街道，太阳高悬于头顶。我眯了眯眼，姑娘，你走不走？身旁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。我偏头看向声音源头，一个男司机隔着车窗中朝我摆手。我仰头一看，红灯了，而我还站在马路中央。我赶紧抱歉地朝司机点点头，快步走了过去。走到行人道时，我浑身发软地蹲到地上，抬手狠心掐了自己一把，很疼，不是吗？我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朝裤兜摸了摸。我的彩票，不管之前那些经历是我臆想出来的，还是一场梦，我此刻只想赶快去兑奖。从彩票店出来，我笑得嘴都没合拢过。作为一名普通人，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就去买了房，直接一次性买了2套，一套自住，一套出租。我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和寻常的女大学生没有区别，只是我每天都在思念我的菠萝仔。我特意为他搭建了一个独属于他的小窝，每天出去回来时都要朝那儿看上一眼，幻想着他在那里慵懒惬意的模样。我在闲暇无事的时候也会发呆，会不会再去一次那个赛博世界？我像往常一样去上课，只不过今天起迟了，随意的洗了一把脸，拿起课本就匆匆忙忙的往学校赶。公交车上，学姐的电话打来了，应该是有人要租我的房子。之前去买房才发现他做了销售，就顺带委托他帮我找租客。学姐，谢谢你，到时候请你吃饭。不用谢。临挂电话时，学姐突然说了句：“初初，租客还是个银发帅哥，好好把握。”我握电话的手紧了紧，呼吸也紧凑了几分。是你吗，伯格？我下车的时候，心脏都在噗噗跳个不停。往学校走的过程中，突然觉得裤脚被什么东西扯住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惊呼一声：“菠萝仔！”菠萝仔一下子跳到我的怀里，用脑袋乖巧地蹭着我。菠萝仔，我要想死你了，我还给你新搭了个窝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撞进一双熟悉的黑眸里。我直直地愣在原地。云初，好久不见。我听到伯格的声音，第一反应是把脸埋在菠萝仔的身上。为什么没打扮一下自己，为自己今天多睡一会儿感到懊悔？伯格已经走到我面前了，我索性破罐子破摔，仰头朝他道：“是啊，好久不见。”见他还想说什么，我赶紧将菠萝仔塞到他怀里。我要迟到了，等我。
说完我撒丫子赶紧跑了。这门课可不能迟到，就靠平时分，不然期末指定挂。好，我等你。伯格的声音随风传到我耳旁。番外，伯格，我不知从何起，每晚都会做一个梦，梦境总会围绕一个女孩子展开，可她的脸总是模糊的。她爱笑，话很多，还有一只雪白色的小猫。我知道她的名字，云初。我独自一人时，总会喃喃念叨这个名字。我像一个旁观者，见证了她的成长。他们那个世界好像与我们不同，只有单纯的男女之分，寻找伴侣也不受信息素的影响。天知道我有多么羡慕。作为一名 Alpha， 我总是会被那些讨厌的 Omega 的信息素所影响。那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头野兽，控制不住自己。终于，我在战场上受伤了。医生告诉我，我的嗅觉出现了问题。我急迫地朝他问，那我是不是就不受信息素的影响？他愣了一下，理论上是这样的。我好想告诉梦里的那个女孩，我和你们一样啊。可我和她的梦境总是不相通的，我无法亲口对她说。渐渐的，我的情绪好像被她的一颦一笑所牵动。我总是期待每晚的梦，期待她那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我捡到了一只猫，和她的一样。我鬼使神差地学着她的样子叫了声菠萝仔。小猫猛地仰起头。不会吧，我内心一阵窃喜，期待晚上的梦。果然他的猫丢了。既然他的猫能来，那么他也能来。我每天都在光脑上查询叫云初的人，又一一去寻找，可惜都不是。而我的梦还在继续。我正休息时，艾伦吵醒了我，梦境也中断了。我看着光脑上几十条的消息，恨得想要撕了它。突然，我看到了熟悉的人名云初。我没想到，只是看到这2个字，我的心就剧烈的跳动。我抱着菠萝仔赶到艾伦的会所，正巧一个女生从会所出来，怀里的菠萝仔挣扎了下，走到了那个女生的脚边。借着灯光，我看清了她的脸。梦中女孩的脸逐渐清晰，渐渐的和她重合。我看着那柄刀划破了云初的脖子，恨不得去替她承受这份痛苦。我不停地叫她，可她丝毫不肯睁开眼再看一下我。云初死了。医生告诉我这个消息时，我将叶家的人全部放逐，好几晚都迟迟不能入睡。我终于坚持不住了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我又梦到了他，原来他回去了，这样也挺好。隔着梦境，我发现他总是时不时地发呆，会不会在想我？既然你可以来我的世界，那我也可以去你的世界。想起他曾说过，他来自蓝星。我不停地翻阅资料，查询关于蓝星的信息。那是一个距现在几千年的星球。博士告诉我，这项研究还不成熟，他无法保证我能准确地降临在几千年前的蓝星上。伯格上将，你确定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一次不行，那就2次，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不断试错。早在决定要找他时，我就处理好这里的一切。我将艾伦送到了部队，他将会接任我成为帝国新一任上将。而我父母也早早牺牲，我早就了无牵挂。走的前夕，好多人都来送我。姐夫见到姐姐时，告诉他我很想他。我点了点头，准备往时空舱那边走去。菠萝仔从云佑的怀里挣扎了出来，他跑到我的身边，用脑袋蹭了蹭我的小腿。你也想去找他？喵呜！好，我将菠萝仔抱了起来，一起躺在时空舱里。你好，请问现在是哪一年？我随便揪住一个路人。他看我像是看神经病一样。我又重申了一遍，2023年了。谢谢，我来到了2023年的蓝星。云初，等我。我按照记忆找到云初的住址，可我没有门禁卡，进不去。帅哥，要租房吗？我突然想到云初的房子刚好也在出租，就点了点头。弄好这一切，我想知道云初见到我的反应是什么。帅哥，下午带你去看房，我还以为可以很快就见到他了。从他的小区出来后，我又来到了他学校附近。菠萝仔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，我转头看到了他。云初，好久不见，晚安。